就在今年晚些时候 ，WatchOS 10的发布将会重新定义我们使用 Apple Watch 的方式，不仅有全新的 UI 界面，也会有大量的新功能，包括我们使用 App 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Apple 重新设计了 App 的呈现方式，把 iOS 那套桌面小插件搬到了 Apple Watch 上，这样更加专注于一目了然的信息和 App 的快速处理，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嗨，大家好，我是小鹏。使用 Apple Watch 的朋友可以试试啊，会有多少人使用它和使用 iPhone 一样，每天打开很多的 App， 并在里面处理各种信息呢？来自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有关 Apple 的最新报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苹果正在 WatchOS 上更新一个全新的类似小插件的界面，而在此之前，有关此消息就已经出现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 Mark Gurman 自己也分享了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在一个滚动的界面中快速的浏览 App 信息。你可能会想，这样的滚动操作会不会很麻烦？事实上，你仔细想一想，你每天在 Apple Watch 上会使用多少个 App 呢？拿我自己来说，就是健身 App、信息、微信、Music， 时间就不算了，不超过5个高频应用。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不超过5个。而事实上，你有 iPhone， 你希望 Watch 做一些非常快速、真正可行的事情。Apple 目前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些，并已经在采取行动，这样很好，非常棒。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现在就去尝试它。虽然这张照片并未得到最终的证实但我还是相信它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因为目前 Apple Watch 默认的蜂巢式用户界面真心的不好用，非常垃圾。我个人就已经把它更改为列表方式，而像如图的这样3×3陈列方式可以让人们更加容易的找到自己想要的 App。另外一个新功能就是把 iOS 上的文件夹也带到了 Watch 上。当然，如果你在 Apple Watch 上安装了很多 App， 我相信你会喜欢上它。它和早期的 iOS 5上的抽屉式文件夹方式一样，很合适在 Watch 上有限的屏幕尺寸上使用，而不是像现在 iPhone 上那样要占据整个屏幕。OK， 我们最后来看看让人期待已久的第三方表盘。其实早在几年前开始，我们就能在 Apple Watch 上使用复杂的第三方功能了。最近 John Prosser 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就表示第三方表盘将在 WatchOS 10中出现。起初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但从最近的 iOS 16开始的各种借鉴安卓系统的动作来看呢，比如各种自定义锁屏，你就不难相信 Apple 没有理由不将第三方表盘带到 Apple Watch 中了。因为这样不光是开发者乐意用户也早就想自定义各种表盘了，包括 Apple 自己在内也会受益。你想想，开发者开发一款表盘发到 App Store 供大家下载，完全可以定价出售，它类似于小米手机上搞的那种收费主题一样。有这样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会有更多更优秀的表盘可供用户使用，是三方受益的好事。而以上这些将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在今年的 WWDC 2023上得到验证。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更新的到来。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